天亮，设5点多的闹钟，因为我睡在算是小镇比较市区一点的地方的公园，所以我要在大家起床之前就要撤离，因为在这边睡觉应该规定上来说是不行的。吃早餐，刚喝了一些热水，好冷哦。昨天睡袋是湿的，然后吃了一包算是预防感冒的药，希望不要感冒。做了蒸蛋，半成功，中间不会熟。这种很冷的时候吃蒸蛋最爽了。终于清完了，那一堆东西好难清哦，整理了2个小时。出发。好天气，太好了。今天天气很好，出太阳，但是又有风，很凉。长得像罗马竞技场的东西。这是尼姆竞技场，是罗马时期盖的，很屌。差不多是西元1世纪的时候盖的，好像保存的比罗马竞技场更完整，但是稍微小一点。然后到现在这边都还会在使用，办活动，什么斗牛之类的，很酷哎，超酷的。这一城市还蛮酷的，就可以说是法国的罗马。好嘞。今天这太阳，是时候拿出我的秘密武器了——太阳能板，拿它来充电。好了，因为它有点太长了，如果放到底的话会很接近地板，有可能会磨到轮胎，所以我把它折起来一点。然后看看可以充多少电。刚才的行动电源是48%，现在1.03。前面的衣服也快晾干了，我昨天几乎是全湿，帐篷湿了，睡袋湿了，然后穿在雨衣里面的衣服也湿了，包着那个防水套的包包也都稍微有点湿，还好我的那个电脑没有湿掉。太阳真好。我被导到这一条自行车道，骑起来蛮舒服的。安全帽长了2只袜子。哦，差点摔死。这个耳机是我专门买来骑脚踏车用的，它是耳挂式的耳机，因为我用苹果的耳机都会很容易掉，所以不太适合在走路或者骑脚踏车的时候戴。之前有试过，然后晃一下就掉了，所以后来才买这个耳机。之前刚来德国的时候我就看到这只了，那时候我就觉得这只很好看，戴起来很不明显吧。然后又蛮有型的，所以后来就专程为了要出来骑脚踏车买，不然就这样子一次要骑2-3个小时，然后又自己一个人，有时候会有点无聊。
这条自行车道好舒服哦！我等一下来把这段位置记起来，之后有机会还可以来骑。啊，旁边有这种位置，让整个景很漂亮。我来坐在这边休息一下。这个牌子是 Shocks， 我买的是没有入耳式的。那时候在买的时候犹豫很久，到底要入耳式还是没有入耳式？因为入耳式的话就会比较抗噪一点嘛。但是我觉得那种入耳式的戴久了会不太舒服，而且在路上的时候会听不到旁边的声音，我会觉得有点不安吧，就是不确定旁边有没有人，或者是有没有车经过之类的。所以我后来就买这个没有入耳式的，然后这一款，它整个蛮有型的。我很喜欢。蓝天白云，好酷哦！脚踏车训练班呢。我刚才骑过去的时候，就看到一个弟弟跳狗链。然后我就对他比赞，然后后来又骑了一段，就看到那个学校，训练骑脚踏车的学校，他可能也是从里面出来的。都是松果的树哎。白色的马，这边还有，哇，都是白的，这是白马王子骑的，好干净的白哦！我之前在马场工作，那边的马白色的比较少，而且都不是纯白，还有白色的鸡，好白哦！哇，好白哦！后面那只，哎呦，看，法国的马，只有在德国玩过马而已。你要不要过来？来吗？拔一点草，看它会不会被骗过来。有草啊！之前在马场那边，有些马会被这个骗，这边的马现在不会，没反应。它好像很喜欢这个草，来试试看。哎呦，哎呦，看，呢，这个维力好可爱哦，好像卡通里面的维力。刚才也有看到一段是放这个牌子，我不确定是不是一样的牌子，反正也是这样拦起来。可是我看大家都骑过去，所以我也跟着骑。我这边也试试看，好像都还是可以过哎。刚才有看到工程车经过，他也没有理我。然后我也有看到其他人在里面走，
前面有一台脚踏车了，所以看到这种拦路的，好像都不用停。这是一个猴跳的庭院，它就跟那什么《美好的一年》里面长得超像的，我很喜欢这种房子。它那边有一个围栏，可以看下去山下面的风景，感觉很棒。啊，不好意思，跑进去人家里面，虽然我已经到大门了。我经过了一个看起来好漂亮的城市哦，我刚才已经在外面拍了一圈照片，然后要绕过去的时候又看到这边，都好漂亮。这些小巷子都好漂亮。我很喜欢我后面这个桥。好棒的小镇，有一个一个的洞哎，好酷的地方哦。这楼梯也很酷。好了，继续赶路，快被美翻了。看里面这边。哇，这里真的很赞呢，让人惊艳哦。很吵。Bonjour。说要走，然后一直跑回来，一直看到很漂亮的。这里叫做索米埃，大家如果有刚好经过的话，可以进来看看，超漂亮的。然后它有一个广场，那边应该可以喝咖啡，在那边待一下，感觉很棒。那我要继续赶路了。大门前面还有一个拱形的桥，就在我的下面，但是我没有拍。它城市比较漂亮。这真的是葡萄树，有没有看到？这里的每一个家看起来都超爽的，住在这里。刚才旁边还有网球场、足球场，就是在这个偏僻的小区。这里感觉都是有钱人。刚才有看到另外一间又有游泳池，好爽哦！在家里就可以游泳哎。好累啊！在这边休息，这边还蛮漂亮的。那里看起来像是一个斗牛场哎，它门口放了一只牛。把太阳能板换到前面来，因为等下的路太阳都会在斜前方。其实刚才前面也是啊，我一直往西边走，
超过12点之后，太阳就会在西边，所以太阳大部分都是从前面来。遇到一个阿姨，还带我路，她刚才来跟我问我需不需要帮忙。她带我来走一条自行车道，在后面，可爱的阿姨。我以为她要带我去下一个城市，结果她骑到一半就回头了。我还想说，她如果带我到下一个城市，她家住在那边的话，她会不会借我住一晚，我就可以在室内洗澡了。这边真的是都是白色的马。我这样看下来，只有70%的马都是白的，特别，为什么？哎，摔了一跤，还好没什么事，只是我的帽 T 又湿掉了啊。那从那个斜坡，它有一个斜坡下来，然后一边一滩水，超滑的，然后就压下去了，然后就往旁边撇，东西湿掉了。哎，都快到了，来采买。刚才把车子牵进去，然后被员工请出来，然后放在这里了。突然好想吃台湾的路边摊卖的香肠啊！哦，好久没吃到台湾的食物。刚才闻到一个餐厅出来的味道，觉得好像那个味道。这边有一个湖，我本来来探勘，看今天可不可以在这边露营。然后没开了，而且它旁边都围起来。好像也进不去，进去也不太好。啊，另外再找了。冲了一整天，才冲到52%，效率好差。我来吃麦当劳，快累死了。今天不煮晚餐了。啊，顺便来充电。我的蛋都没破哎。刚才摔那一下，我本来很担心它会破掉，还好没破。这间竟然没有可乐啦！然后这个，然后跟我说店里唯一一个插座就插上去也没办法充。哎，现在没有可乐的麦当劳。再吃一下下就天黑了。哇，趁天还有一点亮去找可以露营的地方，不然都看不到。终于找到水了，天全黑了。这公园超大的，我到的时候就已经黑了。那 Google 又给我导到那种很奇怪的路，然后就用牵的，反正就我自己太晚出发了，还好找到了。就在这边扎营好了，今天不用煮饭，可以早一点睡觉。我要来搭帐篷。好了，趴好了，看到吗？今天比较快，因为今天没下雨，不用铺一个防水的地垫在下面，然后也不用赶快把东西收进去。昨天雨还蛮大的，地板也都湿的，所以我就要移来移去了。今天这样没下雨很好，天气预报写说到早上都不会下雨，到明天都是好天气。来看一下这个，而且这个字是可以喝的水，有些可以拿水的地方的水是不能喝的，那这个是可以喝的，跟昨天那个蛮像的。看一下我买的睡垫，是从台湾买的，然后我爸妈帮我带来，这个很方便。然后它这个可以在外面
像这样子在外面铺的话会比较方便，因为它是用踩的充气，这样踩，然后它就会充气。那昨天下雨，所以放在里面用的话，我没办法站起来，我就只能用手压。东西又一堆，里面这个睡垫放下去就刚好满了，然后所以其他东西就要瞧来瞧去的。好了，差不多了。我觉得睡起来还蛮好睡的，然后就比那种蛋壳睡垫或者是吹气那种传统的露营睡垫好睡，因为它是空气嘛，就不太会接触到地面，睡起来不会腰酸背痛的，很不错。这样直接住在水源旁边，超方便的，那样就可以直接过去洗澡，不用跑一大段，然后要装水干嘛的，这边很方便。只是就是要早一点起床，因为我刚才太晚来了，所以我也不确定这里是不是很显眼，应该是蛮显眼的。然后他们这边的人都超早起床运动的，天还没亮就会有人出来了，很夸张。明天真的要早起，5点多就要起来，然后天亮左右就要走了，然后早一点出发，我也早一点到，不用像今天那么晚。那等一下弄一弄我就要睡觉了。这是我今天待的地方，叫做旺达尔盖。然后昨天待的地方是马尔盖利泰。第一天坐车到的地方是亚维农。今天骑了54公里，应该超过，绕来绕去的，好累。本来想要骑到这个蒙彼利埃，但是来不及了，还有10几公里，45分钟好像就会到了。那我明天想要看能不能骑个50、60公里之类的。我已经都准备好要睡觉了，刷好牙、洗好澡了，然后现在躺在这边，还在这边看星星。这边上面是一些树，然后可以穿过去可以看到星星，好爽。我的睡袋刚好放在外面晾，昨天湿湿的还没晾干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晚安。